大家好，我叫启年，我是一个游戏开发者。目前我正在制作的游戏叫做《你的老公名单》。这款游戏正在开发当中，完成之后，作为游戏玩家的你就可以跟每个男主角进行互动。每一次呢，我就用我的电脑笔记本制作游戏。今天我要完成的任务是在这个游戏当中配角陈晨勋的部分。今天我要制作的是陈晨勋的 3D 建模以及他的场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跟我一起来吧。那么我本身呢是一个罗曼史小说的创作者，现在呢我想通过影片跟电子游戏的方式，把我的罗曼史呢传递给更多的受众。对我来说，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把小说叙事风格的文本把它转化为电影剧本以及游戏剧本，让它能够配合游戏的开发跟创作。所以呢，这个游戏中出现的所有的角色以及大部分的情节几乎都是从我的罗曼史小说里面呢直接移植过来。今天我要完成的部分呢，就是要把我的小说罗曼史里面的这个配角叫做陈晨勋，他呢我要做一个 3D 建模跟他的场景。陈晨勋是一个非常温暖正直而且很善良的角色，那么作为游戏玩家的你，实际上跟他是一个从小一同长大认识的好朋友。在之后呢你们之间会有更多的互动。陈晨勋这个角色最早出现在了我的罗曼史小说《凌天》系列当中。那么我目前正在改编的就是罗曼史小说《凌天》系列。这个故事讲述了作为灰姑娘的你跟方国王子方凌天之间的华丽浪漫的罗曼史。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在 Google Play 上面免费下载这本书。那么实际上呢，凌天系列到目前为止已经经过了几十次的产品迭代，我在不断的更新它的封面跟内部的装潢，所以目前来说这个版本是我比较满意的一个版本。封面呢是方国王子方凌天，而我今天要制作的陈晨勋实际上就是这个罗曼史当中的一个配角，他后来成为了方凌天王子的侍卫，他也是从小跟你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朋友。那么内页的话呢，都是全彩的排版，非常的精美，真的超级好看哦，一定要看哦。好，那么说回到陈晨勋，现在呢我就要针对这个角色进行人物的建模。那么首先呢，我会回顾一下在当时我写罗曼史的时候对陈晨勋这个角色的一些描述，根据这个描述呢，我想为他做一个 3D 的模型。我刚刚有提及陈晨勋呢，在这个游戏，在这个罗曼史里面是跟你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他后来呢就成为了王子的侍卫。总之呢，陈晨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配角，他会贯穿很多重要的主线，所以我必须好好的针对这个角色呢，进行一个 3D 建模跟场景的设计。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读一下对于陈晨勋的描述。在当时呢，我在想，我创作陈晨勋的时候，是因为陈晨勋这个名字听上去非常像韩国人的人名，他有一个妹妹叫做陈美，就是因为陈勋、陈美、森诺巴、森米，听上去非常韩国化，也会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那种经典韩剧里面很温柔善良的男性角色，对吧？那么接下来呢，我来读一段就是当时我所写的关于陈晨勋的出场的这个部分。因为陈勋哥才是我的王子，就住在我家门口的平民王子。他有一张迷人的薄唇，虽然我从未有机会吻过他的嘴唇，可我深切地迷恋着他的双唇，期待有一天可以吻他，因为从这张嘴里吐露的满是对我的鼓励和支持。事实上，他那琥珀色的深邃双眼真是俊朗好看极了。他紧紧锁定我的眼神，流淌着柔情蜜意。而他的手掌宽阔有力，无论是我和妈妈需要搬动重物，或是我们需要去领社区发放给低收入住户的福利大米时，陈勋哥总是热心地伸出援助之手。那么我还有一些其他的段落关于陈晨勋，但是关于他的外形的描写，主要抓住他的眼睛，还有他的双手，这些部分的描写勾勒出一个大致的陈勋的形象，在小说中是 OK 的，但是现在如果到了影片，再到了游戏当中是不可以的，因为你必须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细节化的很具象的陈勋的形象展现在受众的面前。那么我就第一步
根据这个段落，我想到了一些关键字，然后输入到 Midjourney 里面，通过 Midjourney 来生成一些 AI 的图片，人脸的图片，然后我从一些图片中选择我认为在感觉跟气质方面跟陈奕迅很像的人脸，虚拟人脸，然后放入到 Character Creator 里面，它有一个组件叫 Headshot， 用这个 Headshot 可以通过照片来生成一个人脸。那么接下来我就这样做了，现在生成的这个人脸呢，就是最后选择的陈奕迅的人脸。那么我觉得这个人脸的话呢，是我个人认为是符合陈奕迅的感受跟气质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选择，是一个个人的开发者，我并不是像其他游戏工作室那样有很多的团队，有一些小伙伴可以一起探讨觉得说这个人脸更合适或者那个人脸不合适，所以所有的都必须我自己先来决定一下。那么我并不觉得这个陈奕迅的这个脸孔是最契合他的，但是你要知道，我要是为一个角色就要生成一个脸孔的话，那样就太浪费了，因为在之后这张人脸还要几个人一起共用，必须要节约一下。所以呢，我觉得只要在某些这个五官或者风格气质上面能够跟角色有相似度，我就会使用它作为这个角色的人脸。那么我觉得这一张脸孔，眼睛是弯弯的，带有笑脸的感觉，他的嘴唇也有点，嘴角是翘翘的，好像在有一种淡淡的微笑，所以呢，我觉得这张人脸是非常适合陈奕迅的，于是呢，就把它作为一个陈奕迅的形象。现在我给他配上头发，然后再穿上衣服，所以呢，他的基本的形象呢，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好啦，陈奕迅的形象已经完成了之后，接下来我就要用这个 3D 的模型放到它的场景当中。同样的，我也是要根据我自己创作的小说文本来创建一个场景。那么首先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回顾一下当时关于陈奕迅的一个桥段。那么关于陈奕迅的部分，实际上就像一个回忆录一样，里面有很多关于他的生活的片段。我在想，我要不要把他每一个生活片段都变成一个影视化的一个场景？需不需要在配角上面消耗这么多的时间跟精力？但是因为第一，我觉得陈奕迅是一个贯穿主线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他会跟我们的玩家有很多的互动。第二个，我觉得为了给玩家很好的一个游戏的体验，如果能够在配角上面都能够下功夫做得比较精致的话，那么游戏的体验一定会有所提升。所以呢，我决定对陈奕迅他的这个部分的情节，每个情节都尽量的把它用影视化的方式把它做出来。那么这里我又遇到了之前我说到的难点，就是说小说的描写包括小说的语言是一种叙述性的，尤其在当时罗曼史小说当中，我是以第一视角我的口吻去描述的，是比较单一的。但是到了影视剧本或者游戏剧本当中，实际上最好呢是一种互动的形式，不同角色之间的互动的形式，让受众能够看到整个剧情的发生，这样是最好的。所以呢，我必须对它进行一些这个改编。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要做的第一个场景就是陈奕迅打篮球这个场景。他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那么在这个场景当中，他穿了妈妈到球鞋店打折的时候为他买的一个球鞋，这个球鞋是一个昂贵的品牌，那么被学校里的一个副少看到了之后，那个副少就欺负他，对他说穷人就该有穷人的样子，不该穿这样的鞋，所以呢就去举报了陈迅哥，导致呢他没有办法获得学校的助学金，还要必须另外再去打一份工来补贴家用维持生计。所以我觉得这个情节能够非常好的说明就是陈迅的一个家境经济窘迫的处境，周遭的人就是在欺负他，在伤害他。那么在这个部分呢，打篮球，我首先通过 Midjourney 生成一个篮球的一些备选的图片，认为应该是符合整个作品的基调，比较华丽的，色彩缤纷的。然后呢，我再把这张图片放到 Runway Gen 2里面来生成影片，一个4秒钟的
非常迷你的影片，实际上只是想要让这个打篮球的场景稍微动一下就可以了。实际上4秒钟对我来说还是太长了，因为我的这个游戏呢是用 Unity 游戏引擎去做的，到时候呢我要把它压缩到1个 GB 里面，所以我的容量是非常小的。那么4秒钟的影像也是对我来说太大了，所以我还会把它进行压缩到2秒甚至是1秒，然后还要进行那个影片的压缩，让它变得更小。那么这个背景完成了之后，我再把陈晨勋以及那个欺负他的富少这2个角色呢，分别把它做出来放在这个场景里面。那么实际上来说，最好这个场景应该是针锋相对，或者说一个富少在欺负陈晨勋，能够把它做出一种对峙感，这样是最好的。但是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精力，所以呢最后就做的比较简单一些，就是陈晨勋穿了的篮球服跟那个富少穿的球衣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体现2个人的一种敌对的阵营，一种敌对的关系，没有把它设计成2个人在对峙。这样的话呢还有一些好处，就是素材可以在其他的场景里也许还能够继续使用那么我觉得富家少爷这个角色呢，他作为欺负陈勋的一个反派的存在，但是我没有时间对他做更多的设计了，所以是把之前我库存做的那个人头把它放在富少这个角色上面。那么我选择他是一个卷发的男子因为我想如果这个人他有钱又有闲，做一个小卷发羊毛卷的话，他应该是一个有钱人了，所以呢就把他做一个阔少的角色。那么他所说的一句重要的台词就是穷人就该有穷人的样子。我觉得这句话呢非常有杀伤力，也很有戏剧的张力因为它代表了这个角色这个人他的一种傲慢，他的刻薄，而且非常的无理，很粗鲁。这样的话呢能够以最短的篇幅，用很片段的影像语言，以及用最精辟的台词能够展现这个人的特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在这个场景当中就只能够是陈勋说一句，然后这个阔少又说一句，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画面呢就显得比较的呆板显得比较的生硬一些但是没有办法，我在处理上面呢时间不够，以及功力也还需要努力。这个事件发生之后，那么陈晨勋会感受到非常的气愤落寞，我觉得他的情绪是有层次的，他可能内心很愤怒，但又很无奈，所以我想设计一个他独自坐在篮球场里面很落寞的一个身影。那么在这里呢我就选择了一个侧面的一个镜头，并且呢把陈晨勋的动作会在就是 Character Creator 里面把陈勋这个 3D 人调整他的动作跟角度，以配合这个背景。所以这样的话呢我需要不断的调整他的那个角度之后，然后用绿幕把它抠下来，然后贴在那个背景上面。这样的话就好像他坐在椅子上，然后还有光线再调整一下，也许你会觉得有一点生硬，或者说比较瑕疵，不是非常的自然。但是我也在不断的改进画质改进那种这个工作流的方法，但是现在目前只能是做到这个程度。对于这个场景来说，陈勋已经非常的低落，情绪很忧郁，但是我还是选择了这种繁花盛开很明亮的色彩艳丽的场景，因为所有的影片的场景实际上都是角色内心世界的一个外化，它不是只是为了好看而设置这个场景，或者只是为了显示这是一个篮球场而把它展示出来，而是应该是跟人物内心有着深刻的连结，是人物内心世界的一种呈现。那么我觉得陈勋虽然受到了打压欺负，但是他的内心对未来依然充满了憧憬跟美好的向往，所以他外部的世界我用一个繁花似锦的一个场景去展示他，也代表了他内心的乐观以及善良。而且这种场景呢也跟我整个罗曼史体系它的一种风格
基调是一致的，它有一种相似的一种腔调，那就是浪漫的、华丽的、五彩缤纷的。我希望每一个场景呢都能够保持这种调性的一致，给大家带来罗曼蒂克的感受。那么接下来我要制作的就是陈晨勋他所住的地方，在罗曼史小说当中，我就有写陈晨勋是住在一个叫做胶囊旅馆、胶囊公寓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就是通过面积的狭小、空间的闭塞来表达这个人他所身处的经济的困境。但是我并不想生成一些通常的贫民区风格的那种房间来表达这个人物，因为整个作品有一个罗曼史有一个稳定的基调，就是五彩缤纷的、华丽的、浪漫的，所以整个设计出的这个方国的建筑应该有一个稳定的一致性，就是很华丽的巴洛克风格的，我认为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就算是陈晨勋所居住的是一个胶囊公寓，那么我也在外观上面选择了那种非常欧式的、很好看的、华丽的风格，因为要保持整体调性、视觉效果、视觉传达效果的稳定性。那么它的房间内部虽然也是这种双层床，像个太空舱那种风格的很狭小的房间，但是依然呢是把它做成一种很欧式的、有金属质感但是又很华丽的这种空间，让人觉得呢虽然很狭小，但是并不是真正的让人觉得很落魄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想给玩家在视觉上面有一个稳定的、一致的一种浪漫主义的视觉效果。这些场景都做好之后呢，我会把每一个片段都进行压缩，然后呢把它拉到那个 Unity 里面，把它们作为游戏的一部分来使用。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会把我的游戏剧本把它转化为代码，然后写到 Visual Studio 里面，通过 Visual Studio， 然后把每一个要出场的角色、背景以及他们的对话，还有一些小按钮等等，全都通过这个代码呈现出来。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风格。当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我会尽量的用华丽的词藻想要去堆砌，或者想要丰富一个语句，让这个描述呢更加的精美、很华丽，好像是一个堆砌的过程。但是如果用 Visual Studio 去写代码的话，把它转化为游戏代码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减法的过程。你在不断的做减法，你必须删掉一些没有用的东西，然后用最精炼的代码去呈现，而且一定要保持精准，不要出错，不要让它有 bug， 不要让它等一会儿去测试的时候说是运行不起来了。所以呢，那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思路。那么我把它做好之后，实际上最后到整个游戏项目完成之后呢，我会把语音添加进去，但是现在在初步做的时候呢，还没有语音。那么现在我就来测试一下，看看刚刚呢所制作的这个脚本的部分，也请大家来看一下游戏当中关于陈勋的这个片段。
这个部分并不是最后的游戏成品，只是制作程序的这个部分而已。在之后呢，也会进行优化，或者会添加一些游戏的互动，让它更有游戏性，而不是单纯像一个影片一样。但是在之后呢，才会去改善它，提升它。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和意见的话，都欢迎您提出来，我很乐意跟您一起探讨啊。如果你对前沿的小说、影片、游戏感兴趣的话，敬请访问我的小站。你也可以在 Google Play 里面下载我的 APP 老公名单。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都请您告诉我。非常感谢您的观看，我们就到这里咯，拜拜。